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啊。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都是先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布满了水雷跟它的自杀快艇，美军的部分扫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海上战场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 CNN 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大规模的布雷了。情报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这个航道上面投放数百枚水雷的。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我们还有28艘的潜艇啊，接下来的6000枚的水梅是随时做待命。而就在录影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已经收到了报告，说有1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那么该船已经正式的请求援助，现在这些船员生死未卜，正在进行撤离当中。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别想再运出去，也直接跟川普发出了威胁，小心不要自己被歼灭了。伊朗继续的说，他说宣布驱逐美国跟以色列在这边的大使，军舰接下来可以无限期的通行荷姆兹海峡里面，伊朗自己的军队可以，也正式的是等于宣告了这个海峡的主宰权在伊朗的手上。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说的？川普现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如果敢封锁海峡，美国将会20倍的对你加以奉还。那确实，美方也已经祭出了最新的军事上面的行动，摧毁了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么我们现在也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在荷姆兹海峡面临许多的压力哦，就是因为现在它的扫雷的能力恐怕也撑不起这一场海上的博弈，因为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还有海底跟陆上，海面上有自杀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现在密布在这个上面，海底还布了水雷，再来看到空中还有无人机监控跟寄出攻击，岸上更部署了反舰飞弹等等。也就是说，一旦美军的护卫游轮进入到这个海峡，可能面临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网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么游轮连锁的爆炸的效应可能再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等于在这个海峡上面布了各种的武器，刚刚提到的自杀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舰飞弹等等，这个多层的海峡防御网，美军如果强行突破，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战场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仔细看一个数据，说6000枚水雷随时待命。我说不要6000枚了，60枚你头就痛，你知道为什么吗？水雷是最难扫的一样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地雷，对不对？地雷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就是人员杀伤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已经很难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会更难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说，哦，有一个大大的很多刺，然后布在那个海面的下面一点点，然后用那个铁链绑起来。那是2次大战旧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现在的水雷不但轻，而且质量轻、密度高。然后呢，它分2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叫细流雷，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会有一个铁链绑住，但是它质量都很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漂流雷，它飘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丢下去很容易啊，为什么？可以用直升机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还可以用军舰布雷等等。你还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民用的帆船啊，它载了几颗，它因为那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就是很笨的一个武器就对了，只要丢到海里去，它自然就会发出磁性。然后呢，美军的军舰全部都是钢制的，
所以它会发出磁性。只要地雷、水雷接受到那个讯号的话，你进发它就会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这个地方。2次大战，英国在挪威峡湾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制它的无敌战舰啊，叫铁臂之号开出挪威峡湾。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武器，我跟你讲，荷姆兹海峡只有33公里，那么窄而已，跟我们台湾海峡那个宽度啊，还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线的从波斯湾沿线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本身，再走过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再走出去是哪里？就是阿曼湾，然后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这样这个油轮它才能够干嘛？把油运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兹海峡，它就触礁，不是触礁，被爆破了。它如果说它受伤，通常一枚水雷只能够在船底打一个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油轮都是超级油轮，那都超过10万吨。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鱼雷或飞弹，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摊在荷姆兹海峡，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企业、整个全球经济的障碍。为什么？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够堵住，我伊朗的那个任务就达成了，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现在好，那我们就讲川普说我们来护航任务。我告诉你，护航任务要怕的不是这些油轮，是美国自己的军舰本身。他怕死了。航空母舰绝对不能够进到荷姆兹海峡里面去，因为那个叫有去无回。我不知道在里面准备了什么东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误伤，那还是小事。我刚才讲过，航空母舰也是10万吨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见证者无人机的话，那可以饱和攻击。所以荷姆兹海峡它不会进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我请问你一下，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都是伯克级都是神盾舰，这些神盾舰都是1万吨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颗水雷之后，它一样也不能动。所以你知道扫雷舰的要求很高，它是什么？它是塑钢的船体，它不能带磁的。所以以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发生的庆富案？那个庆富案就是那个他根本从来没有造过扫雷舰，他根本没有那个 know how， 他就跟国防部讲说，跟海军讲说我能够造，这个瞒天大谎。那现在美国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扫雷舰吗？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复仇者级，只有3艘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新的叫纳瓦河级，还没有造出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战力分析给大家听了。美国的扫雷能力比日本远远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强的扫雷国家，他们从2次大战就开始注重扫雷。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环海的，你应该请日本海军来帮忙请日本海军到荷姆兹海峡来帮忙，他们非常会扫雷。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没有扫雷的能力，所以拜托不要用军舰来护航。等一下，你的触雷之后，军舰自己本身都倒霉啊！这个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那我们刚刚因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这是来自于英国办公室这边说的，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被攻击，现在这起事件持续的在升温，荷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变成了海上战场吗？岳老师怎么看？找日本过来帮忙扫雷也没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离伊朗太近。大家知道什么叫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最长的地方才90公里，最浅的地方的话呢33公里而且实际上它的那个靠近伊朗那边岸的话呢，水非常浅所以伊朗的话呢，它就是你们讲到说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话，伊朗就有搞出6000颗水雷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近然后自杀快艇是无人的，无人快艇的话，你来了船，它派出去，那等于是活动的水雷那更不得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就讲。然后第3个岸基飞弹，什么叫岸基飞弹？岸基还有火炮它太近了，这个火炮一般来讲的话，打到100公里以内就很容易。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内。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伊朗这种不活了、鱼死网破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产油的国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过荷姆兹海峡出来对不对？好，现在的话呢，这里面有3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个，伊朗真的很生气
啊，那个哈梅尼耶的话呢，哈梅尼耶的话呢，就是被杀掉以后，现在就为什么选到他的二儿子啊？穆贾什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全国上下都非常生气，这个宗教国家的生气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大家就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对伊朗的时候狂轰滥炸，到目前为止只会以暴制暴的结果，那伊朗现在就决定跟你搞个鱼死网破。荷姆兹海峡是不能够封的。为什么？里面牵涉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人现在都降低这种占的比例其实严格来讲，它是至少25%。大家现在说只有20%，其实我听到的是有时候到达33%。为什么？因为中东地区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气。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输气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地形一打开，它一定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另外一边的话呢，红海也是在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两边的话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发觉这一招有用，就是说他这个同归于尽，讲起来连我们在座都影响到因为就是说大家一起死最惨的就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大陆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区域然后第三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真的我到现在我问了很多人只差求神问卜而已，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干嘛你跟着以色列去搞这个干什么？人家以色列讲起来伊朗是最大威胁，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搞不清楚，然后慢慢被识破手脚。这场战争不能拖到今天11天的时候，伊朗、俄罗斯、中国，甚至连北韩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让全世界一起下沉，让你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美国要扫雷啦，美国要释出它的这个战备储存油美国要想办法要对伊朗威胁，要无条件投降这个原来不关美国的事原来本来没有影响这个事情我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在这个你看建中老师会讲得更清楚，在这个发生战争之前，台湾的股市好得不得了现在突然一下完全变了，现在每天都非常的稳，就 volunteer。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上下摆动。好，确实现在伊朗祭出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雷这一招希望给全世界都压力，并且对美以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看准美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做这个扫雷的动作，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在扫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实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们先来提到伊朗这个美军的扫雷能力，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如同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其实美军手上只有3艘的滨海战斗舰是可以做扫雷的。然后呢，如果这些扫雷装备是装在上面的话，等于就装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扫雷的时候，军舰就会变成活靶子。再来就是速度的部分，美军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达到了700颗，将近已经是，如果是以100来做计算的话，将近已经是7倍了。那么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潜艇跟3艘的大型潜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断的去布雷。换句话说，伊朗的布雷速度是远超过美军的布雷速度的。怎么看这场水雷战？美军打得下去吗？聂老师怎么看？单纯谈水雷战，当然美军当然打不下去嘛，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大。这个伊朗呢，这个对荷姆斯海峡对他来讲不管21海里、33公里，这个最短的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战术战略的重要的，说不好听就是他们战略武器他们用这个是可以真的牵制到世界，包括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东方所有的人员、天然气所受的伤害。但不管怎么说，它不是随便要封锁。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清楚，他的现在的敌人就是真的已经火力全开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后的这个父亲就是老爸就是美国嘛。当然，这个川普呢，他就特别的执意要去打。刚才那个苑教授讲到，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打。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我等一下讲一下。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先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
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你知道美国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他是自以前到现在能够让他越来越强大，就做兵工厂，然后全部用代理人战争。别的地方打，像俄乌就是这样，他能够一直在后面 support 你乌克兰，他人就不要出去。这次还真的就去了，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对伊朗痛恨到这样吗？不是，其实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Apprentice 讲他就是攻击再攻击，第二个叫永不认输嘛，那第三个叫死不认错嘛。大家都知道这3个名言就是属于川普的。他已经输了，但他不能认输。他原来觉得他一天，跟委内瑞拉一样，就可以把那个首领斩掉。他是已经斩首没错，他不知道整个伊朗的神权精神加上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就算反对派也都没办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杀了。这个问题很大，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原来一天就说4天5天可以解决，就打了10天之后，他说战争快结束了。他到底打什么咋结束？他理由很简单，我打了5000多个点。5000多又怎么样？他的终极目标4个里面最重要2个，其实就是核计划、核能力，所有的核设施可能要全部毁灭吗？你去年钻地弹不是钻60公尺，不是要炸核吗？结果没有成功，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二个是导弹啊，尤其长程导弹，它导弹已经研发到，因为伊朗的攻击力量是很强，以色列是因为靠美国，那它有一个金囧是可以防范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无人机或者一些东西就可以用你很贵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去打掉，你知道，几百倍的军力去打，它已经消耗到了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战。美国就被消耗很惨，以色列消耗很惨，所以你知道伊朗还有很好的战术，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领杀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认输？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赢，但他也不愿意输得很难看，他必须全力反击。所以我觉得这最严重的就是川普绕到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说我要停战了，伊朗说我没有要停。那我为什么要停战？因为我打了5000多个点，我够了。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长程飞弹，第二个是核设施。因为你看北韩就知道，他敢动北韩吗？敢动金小胖吗？因为北韩就是有长程飞弹，也就是有洲际飞弹，也就是因为有核设施，美国动都不敢动。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这一步，所以历任总统都是怕，没有人敢这种。川普他自己以为他很大，我们军事力量多强，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结果后来讲，可能要打久一点哦，所以发觉被消耗得很惨。他后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经完全制造业空洞化，他不知道怎么去 support 他后面武器，还有他未来还要想到他未来的假想敌还要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他发觉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没办法应付啊！飞机或者军舰也打掉，他怎么办？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请问连伊朗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完全照着他的牌来出牌，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看最近你不是觉得人员局长他们还自己觉得很厉害，说你看我听到消息了，我们有海军真的美国就那边护了1艘船过去了。结果后来被自己打脸，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他过去有这个实力啊，对，他过去的力量够啊。其实到川普没有了，但川普是声音大，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很会喊话的。所以说你叫川普说他现在还在讲要求伊朗要怎么讲，他现在怎么要求？他原来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应，你现在把人家打得那么惨，还告诉人家说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军力。他现在自己怕，但是他会在说他的牌已经没了，他会故意先亮出一个大牌，其实他已经没有大牌了，而对方先亮小牌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害怕，然后就喊我还有哦，我还有更大牌哦，要吓对方。我跟你讲，这已经他口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这一次是设局要拖垮美国吗？因为呢，我们先来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动作，恐怕会拖垮美国的国力。先来看到川普派的是第3艘的航母，现在准备要进入到中东地区了。另外呢，他准备要来派吗？82空降师来夺取伊朗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地面战会不会启动？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个呢，现在川普要来派出的第3艘航母就是乔治布希号前往中东地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多家媒体在披露的，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正在讨论一个被称为是极度危险的军事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接下来要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境内来夺取他目前拥有的这种高浓缩铀的库存。那么现在也做了一个评估，说这个情报显示，伊朗它拥有450公斤的高浓缩铀，是可以制造
高达11枚的核武器的。好，这是针对于浓缩铀美以这边的一个最新计划。再来看到第2个计划，就是他们要派的是第82空降师。美国无预警的现在取消了大型的演习，进入了备战战备的状态。一旦呢美军进入到伊朗的本土，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将会面临全面的游击战跟导弹的饱和攻击哦。那么这个第82的空降师也有可能就会随时来做进攻，这是来自于2面不同的攻势。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吕舰长怎么看了美军第3艘航母的加入，代表先前川普有没有错估形势？美军在中东地区目前的部署到底足不足够？如果派出了真的有这个地面战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吕舰长怎么看？当初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作为啊。他其实我们这次完全没有看到，B-52或者 B-2 轰炸机使用这碉堡克星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他到底想怎么做呢？他当初想的也就是透过这个有关于斩首战，然后接下来密集的攻击这一些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的基地，然后最后让现存的政府乖乖的投降，把这个浓缩铀交出来。可是我们不断的看啊，战事不断的升级，但是这个结果一直都不为这个川普所望。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看到了，这最开始是福斯电视，可是我们看到 CBS News 它也很快的引述，也就是我们之前一再提到的布希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那现在这个航空母舰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林肯号，它当然还在阿曼湾那个位置，可是福特号它已经不在地中海了，它已经进入到红海了。那它进入到红海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布希号它现在结束了它的那个部署前的一个各种演练。那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除了福特号的所有航空母舰进行盘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以布希号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它现在随时待命就可以出发。那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讲，大概就是14天的一个行程。就像当初福特号从加勒比海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总统不是说吗？给伊朗14天的时间，那个14天的时间，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上面的战机可以够得到伊朗的那个时间。那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趴还会讲到。那我们先看这一个，现在尼米兹号出现了。尼米兹号我们当初都认为它要去除役了，但是并没有。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林肯号打击群的位置，那现在也就是福特号打击群要进入到红海，那难道他进入红海不担心这个胡塞组织吗？当然担心啊，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要形成如果配合这个未来的布希号打击群的话，它要形成3个角的一个前行攻势。那这个也就是啊，我们讲到说，他们未来的动作，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82空降师啊，大家没有照片啊，可是其实有。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是82空降师，他动用了CH-47的秦努克的这个直升机，其实已经将大量的部队运往那个不确定的一个机场啊。那这个单一张照片不能解释什么嘛？他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走。可是还有另外一张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小镇，但是它是从后面拍的。那而且它的这距离两个拍照点的距离其实非常远，也就是象征得到说，其实现在地面部队确实有在做准备，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艘其实也就是阿灵顿号的这一个船坞运输舰，它现在开始进行整补。它不但进行整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白框啊。那一般进行整补的时候，不太看到这种情形，就是海面上有警艇在那边巡弋，也就是不让任何的闲杂人等以及船只或者是游艇接近。那现在也出现这种状况。那这是在诺福克啊，那也就是靠大西洋这一侧，也就是
发这篇那个 X 的这一篇文的这个作者，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不是当初啊，川普没有准备好，然后现在才觉得他要后续的不断的征兵，那也就是他想要用地面部队把这一个浓缩铀实际上把它运出来，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有了浓缩铀，就是准备做核弹。那做了核弹之后，就会跟金正恩一样不听话。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大军集结，除了说现在3航母准备要全部都集结在中东地区之外，还有地面部队现在也在美军的部分，地面部队也在做准备，弹药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快速的消耗当中，会不会影响未来美国对抗中国？等一下我们会请蔡委员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那其实川普现在此刻呢，是不是弹药上面的补充，甚至是库存出现了问题呢？因为呢，他现在绕过了最新消息，绕过了国会哦，紧急的军售了以色列超过2万枚的炸药。那么炸弹被视为是不是美以弹药库存已经不如想象的充裕呢？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动作，持续的加码攻击。这一次他突袭的对象包括了德黑兰的机场，并且摧毁了 F-14的战机，还有轰炸了它的燃料储存设施。德黑兰的上空下起了黑色的石油雨。再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美军把重点都放在中东，会不会影响这个川普想要削弱中国的力量呢？来自于华府的一些专家特别做的评论，这一位是华府的智库专家，他警告说，战争拖得长，美军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弹防御专家也说，这场战争可能削弱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能力，美军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就没有足够的弹药可以来对付中国。这些评论委员怎么看？这个里面有对有错了哈。我们首先谈一个观念哈，美国消耗的如果是炸药的话，它炸药还是满坑满谷啊。因为美国跟俄罗斯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炸弹库存，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从当年冷战时代为了应付双方面所累积下来的。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到现在啊，它的炸弹的库存量用还不到10%，那你美国可能储存更大量啊。那这个炸弹的这个量用在这个台湾海峡战争并不适合，并不适合。因为假设说你美国跟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请问你炸弹炸谁啊？你炸上海吧，你炸台北嘛？因为不适宜用炸弹做战场，跟那个伊朗的情形不一样也跟俄乌战争不一样。第二个，这个中美两国如果在台海爆发战争，主要是导弹那导弹的话，美国也并不需要防御导弹，因为防御导弹只有日本跟那个台湾要，而且日本跟台湾只是挨打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数量实在太大，而不止导弹数量太大，它的那个什么，它那个长程相似火箭弹除非台湾有办法救援打击，要不然面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加上相似火箭弹，台湾的很多基地就在第一个时间就不见了。那日本如果要参战，日本会更惨。所以美国只剩下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导弹可以攻击这个那个中国大陆登陆船团他应该不太敢攻击中国大陆的本土，因为攻击大陆的本土的话，中国大陆的更强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会出现，所以中美两国就可能爆发核弹大战。那这美国不会去打这种算盘的。美国的战争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说，不管怎么打，对方不可以打到我的国家我的本土，那打外岛没关系，打我本土绝对不行，这是美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那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我认为美国是在保护台湾的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战斧导弹消耗那么多，美国是第一个，它的防御导弹在这里消耗差不多了不然爱国者啦、萨德啦这些防御导弹，但是攻击导弹它目前还好，比如说你那个战斧导弹是有损失一些，但它攻击导弹还很多所以这个可是不一定管用，在台海战争上不一定管用所以的确是在西太平洋被削弱了那如果再把什么韩国的萨德导弹再搬过去，或台湾的爱国者导弹再搬过去，也削弱了韩国跟台湾的防御能力，那美国就更累了，还要更去拍习近平马屁对，看着不要打仗变成战略会这样的情形里面去
所以美国短期内无法补充它的防御导弹，但是它的攻击弹药并不受影响。好，一方面是美国的防御导弹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会被拖累哦，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现在则是持续的做这种消耗战，因为看到现在或许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太长期的一个消耗战。那现在西方媒体就说了，伊朗使用的方法就是复制当时的乌俄战争来打这一场消耗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他警告说，美国海军已经拉到了极限，如果战事拖长，美国可能削减亚洲的海军的兵力，并且呢特别提到说，俄乌战争让美国讨厌痛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只要拖太长的话，会导致3个问题，包括了弹药耗尽、财政压力跟国内分裂。那么伊朗就是用这样的招数，持续的用它的这个无人机跟飞弹来消耗、来拖垮美国，真的有用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讲到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大概不会在短期发动地面战争。川普昨天也说，他不会透过库德族进行地面战争，大概他评估过这个库德族的影响有限。那美国的这个82空降师最多可能把在伊朗外海的哈尔克岛给占领，但那个岛其实是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90%，它有它的重要的战略跟经济的这个价值。不过这样子一个做，你就进入到地面战争。那所以，如果目前是纯粹以轰炸相互的无人机跟飞弹的这种交换而言的话，的的确确战损一直是在扩大，但是呢，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战争会打多久，4个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川普的想法的变化，他一直在变，但是川普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受到接下来3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美国跟伊朗它的战争目标是不是在改变？尤其现在伊朗选出新的领导人，他的战争目标是什么？那当然，攻击方比较占优势的一方，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不是接下来要去斩首？就是那个穆杰塔巴还是说他要去让伊朗无条件投降？当然这2个看起来不容易做到，还是说达到怎么样的这种地面的损坏的效果？其实那真的也没有办法去让伊朗投降，所以目标这个就变得很清楚。那第2个，双方弹药的库存，目前美国攻击轰炸的库存，我觉得不是问题，它可以从全球调。但是美国的拦截飞弹，刚才蔡委员讲的很清楚，那这个真的是有限。而伊朗呢，它的无人机造价便宜，目前至少有2万架以上，弹道飞弹应该至少还有1500枚到2000枚。所以你看它几波，每一波都是几十枚弹道飞弹，几十架、上百架无人机，那持续的就跟你交换，然后造成你的损伤。那但是我觉得第4个影响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的状况，因为它会造成持续油价的飙高。今天已经纽约油价来到100块，然后布兰特原油已经来到110最高的时候哈。那因此因为不断的在变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预测了。有3个因素会影响川普的最重要的想法以及这个整个战争的走向。第一个，当美国的士兵死亡超过30人的时候，现在是7个人嘛？你想想看，因为在美国的国会里面投票，他按照政党的分布投票，但共和党这边有1个人跑票了，那是 Kentucky 的 Paul Rand，他就讲的这个东西不能再死更多人了。所以如果超过30个人，那这个会对美国内部的政治以及接下来选举以及对川普的压力就很大。第2个，油价如果高于150的时候，布兰特原油在过去从来历史上没有高于150，最高的时候是在2008年143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大海啸，还有俄罗斯攻打乔治亚，那这跟这个中东有关。然后我们看到911事件之后，大概油价都在120几、130几，然后呢，美国在那个疫情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130块，220几，不到130。所以你看3个时段，经济大萧条，然后呢，这个反恐战争，到了就是这个疫情。你看，其实跟战争当然都有关联，但是呢，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大规模，而且就是荷姆兹海峡20%的原油跟天然气。它一旦如果原油超过150，当然美国自己产油啊，但是油价会跟
变贵呀。那美国产油是没错，但你油价变高的时候，你美国老百姓加油还是贵啊，所以这个物价啊、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川普能不能忍受？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当以色列停战不完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如果不断的遭受到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他特拉维夫现在已经很多人要逃离了。当以色列发现到他玩不下去了，拦截飞弹也不够了，那个时候呢怎么办？以色列说我不打，那川普就说那你不打我也不打，当初是你要我打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可能就会改变。伊朗的飞弹在昨天指导的是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包括了沙国的美国大使馆被伊朗这边的无人机给袭击起火。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也被轰。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难道以色列的铁穹失守了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川普的地面战，他说有可能进行，那么会怎么进行？中东战争全面引爆，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中东战火全面升级，而且是冲着领导人而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了他的这一款海巴尔弹道飞弹，锁定的就是这个斩首攻击谁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跟以色列的空军司令部。这个伊朗说这一场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已经遭到了以色列最新回应说他们是没事的，这个讯息是一个假消息。我们来关心这一款弹道飞弹，海巴尔射程达到了1450公里，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弹道飞弹，主打的就是高超的机动与突防的能力。不过这一次让以色列恐怕还有美国相当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伊朗的打法跟过去在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的打法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变化了。伊朗这一次不再只是用所谓的这个饱和式的攻击，用无人机进行饱和式攻击，它开始改转变这种分层的攻击，一共是会出动2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首先，伊朗会祭出它的第一波是用它的低阶的武器，像是大量的火箭弹跟无人机，先来消耗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飞弹的库存，接着第2波它才会再次出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打穿实际的以色列的防空网。我们赶快透过最新的画面，也就是最近期伊朗的攻击，来看它的这2波攻击是如何进行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在这几天发动的最新攻击。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1波，它会透过这种低阶武器、大量的飞弹来进行攻击。紧接着第2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比较快速，刚刚有画面上看到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再进行第2波的攻击，成为现在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实际行动我们也来看到，这是伊朗发动的代号，这个叫做真实承诺4的军事行动。当时所出动的就是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末端速度15马赫，具有机动变轨的能力，并且搭配重型的弹头跟急速杀伤模式，专门可以压制住不管是指挥系统、防空节点跟军事基地，有效的突破来自于以色列，不管是它的剑3、大卫弹弓或者是铁穹等等的反制系统。那么战火不只是在以色列而已，沙国证实了美国大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起火之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的最新消息，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同样已经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伊朗这一连串的攻击，包括运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突防，是不是包括了这个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铁穹都挡不住吗？这样子做是等于是斩首吗？以色列的防空神话有没有被打穿？大使怎么做解读？我想伊朗这一波的这个飞弹跟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有2个目的，一个是当然是报复性的啊，第2个就是威慑跟吓阻性的。那么伊朗在战前，大家估计它有2000多枚这个导弹啊，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它的无人机过去在这个俄乌战场上表现就非常精良哈，而且数量非常的大。那么2天以前，这个伊朗当局啊公布了一个影片，他们在地下道里面哈，一个地道里面哈，也是地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里面啊，囤积的那个导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数量看起来是琳琅满目啊，数量非常的庞大。所以本来有人在这个预估，就是说在去年6月的时候，
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能力，还有它无人机的能力。那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攻击以后，伊朗的反击力道啊还是这么的强大，而且呢，并没有被美国跟以色列一阵子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指挥机构，然后还有就是导弹能力以及它的这个通讯系统的上千次的轰炸还是没有削弱这个伊朗这方面的能力。那整个说起来，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几天伊朗对于8个它邻近，还有呢就是有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都发动了这个飞弹、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有4个国家都造成了实际的损害。那么像这个比较这个国际怎么讲呢？比较注目的谁说？像杜拜，那很多地方都怎么讲？包括民用的设施都被炸坏了。那么这个造成现在像这个杜拜他们这个航空还有对外的交通一片大乱。那最近刚刚还恢复。那其他的话也比较这些具体的以色列的，那也证实了有好几个地方，包括特拉维夫，包括海法榜都被以色列的都被伊朗的飞弹所击中。那前天伊朗就基本上呢，他们大概新的领袖3月1号一上任以后呢，他们有新的决定。一个新的决定，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再跟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美国进行外交谈判，那也就是完全切断双方的，那就展现了他战斗的决心接着他就指定说，我要打这个以色列总理的这个官邸，还有以色列的空军总部。那当然这个打击的情况的话，那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是很清楚，各种传言我想现在开始，美国跟以色列会封锁消息，因为这个东西，你的飞弹跟你的这个无人机是不是打出了结果的话，对方被打的人他基本上他都不吭气的，他不会让你知道你打击的成果怎么样。所以呢，可是呢，就过去还有最近这几天那么伊朗的导弹，尤其是这个叫法赫德2，这个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就证明了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射程很远的。我记得2年以前那个时候，当时的话也是伊朗受到攻击以后，他用法赫德飞弹，它是超高音速地对地的1400到1500公里射程的，打过在伊拉克的这个那时候是这个莫萨德的在伊拉克的总部。那么打得非常的精准，当时西方媒体说，哇，不但这个打得远而且呢，他打的建筑物该打的建筑物误差非常的小，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讲，我觉得他这一波的反击他是有把握的。那当然他有他的战术，他的战术一定是无人机、一般的导弹跟超高音速导弹这种交互使用。因为你无人机来的话，要看你地面的你这种防空设施你要不要打。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爱国者3号连发11发，11发人家算一下3000万美金就没了。那他这打什么呢？对，你是打法赫德2呢，还是打一般的导弹？还是打无人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要消耗美国的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军火的这种防空武器的军火库存。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以美国政府今天川普他说他准备打长期战，那么可见这个伊朗这一波的反击那逼着美国他必须再用另一波的攻击来压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以之间的战争，伊朗的打法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从过去他做的透过这个导弹跟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攻击，现在转为是这种比较消耗战的方式。刚刚也特别提到了2个层次，先透过这种比较低价的导弹去做攻击，接下来再祭出它的超高音速无人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昨天包括了他说他打到了这个纳坦雅胡他的办公室，虽然纳坦雅胡这边方面说是假消息，但是铁穹神话到底有没有被打破？干哥又怎么看？海巴尔飞弹我们就可以。你看到上面的它的数据说，它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飞弹，那它前一代、第2代是什么？就是飞毛腿，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东西。
飞毛腿。那这就是一般就是苏联制的那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改良而来的，变成海巴尔。但海巴尔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干扰，所以说你说他这一次斩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我觉得不管是伊朗或以色列，他都不会告诉你实情的。那但是因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他特别有发声明说，总理好好的，所以我们暂且还是相信说，这些飞弹可能没有击中目标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像这样子的飞弹，伊朗非常多，所以这次打不中，我下次还可以再打你。倒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法塔赫，法塔赫就比较神秘了，因为法塔赫真正击中了苏艾巴港。苏艾巴港在哪里？在科威特。科威特苏艾巴港的一个美军的军事前线基地。好，我就坦白告诉你好了，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室，就设在那边。一排，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因为像这种前线办公室的话，他们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是一排的货柜车在那边，你看起来像货柜，里面真的进去一看，你就好像是无人机的指挥基地一样。非常的，它有大型的屏幕啊，然后参谋很多，所以为什么这次法塔赫打中了那个苏艾巴港的基地的时候，美军有说3人死亡，后来更正是6人死亡，重点是18人负伤，受伤的人数现在又在攀升当中，怎么会一次有这么多人呢？一个美军基地怎么会同时有这么多人负伤或是殉职？就是因为他用的是法塔赫飞弹，法塔赫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它的任务是专门对付敌人的反飞弹阵地跟系统。那所以说，它的弹头动能在1000公斤以上，它如果打下来的话是一片，它不像飞毛腿飞弹打下来是一个点，所以你会发现说，法塔赫这种飞弹怎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从大气层外再回来打的，所以它的动能非常强大。那当然，它的这个坐标也要很精准。一般来讲的话，美军在基地周边应该会有反飞弹系统，对不对？然而，这个飞弹就是专门对付反飞弹的，而且它这次对付的是静止不动的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办公地点，货柜车办公的货柜车，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地点，所以这次才会有这么多士兵伤亡。所以大家要晓得说，美军在空袭伊朗的过程中，的确没有损害一兵一卒，但是这次被法塔赫飞弹给打中了，损伤是非常惨重的。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而言教训是很大的。我相信不会只有死伤这么多人，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办公室群至少有大概50-60名这个高级参谋以及非常精于操作无人机的士兵啊，以及前线的参谋，所以说不太可能只有这样的伤亡。是，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数据到最后会告诉大家，它不像伊朗会比较晦暗一点。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伊朗有更多这种飞弹的话，那恐怕精准打击的效果会更好。不过专家的猜测跟理解是，法塔赫飞弹的数量不够，不然的话早就拿出来用了，这样。好，那现在美方面对，还有以色列面对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不管是导弹或者是它的无人机，甚至有没有排除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都还要持续的做关注。不过呢，美方现在持续的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川普最新回应了，他说呢，最猛烈的打击到现在还没有展开，他要注意的是下一阶段，他说会更严厉，不排除川普说了会派遣地面部队。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说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美军会大幅加强攻势。国务院最新已经要求14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都尽快的撤离。那么，伊朗先前曾经宣称在科威特上空击落3架 F-15的美军战机，那美方已经站出来澄清了，他说这只是友军的误击。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出来，美伊战争他们的这个战争的风险持续的升高当中。川普说的不排除地面战，有没有可能真的进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东会不会引来全面战争？上次哥又怎么看？
眼前川普最大的这个有个新的考验哈，就是他等于对伊朗开火，或包括特别把哈米尼打死啊，这个斩首，他现在必须要提交给国会。也就是说，最后国与国之间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美国国会得要通过。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正式提出来，那美国国会会通过吗？会不会像关税战那样子？其实还是这个关税的权跟现在这个开战的权，其实还是国会的哈。总统可以决定没有错，但是国会得要同意，这是眼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但是都知道，川普其实向来都是会先丢出一些英文叫 future vision， 然后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夸口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在川普在打的时候，刚把哈米尼弄死的时候呢，斩首行动完之后，他立刻说：“哎，这个伊朗这个地方，他有3个可以接班人，然后他再看哪一个可以跟他来谈。”所以他就立刻说3道4，可是事实上最后证明根本没有人要跟他谈，而且他一开始以为可以就碾压式的透过威慑你，还把你哈米尼把你斩首之后，你们大概就乱成一团，你们大概就得要投降了。可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接班的这个3个主要的团队，马上立刻就可以把这个回击。这令人赞叹，现在全世界都这样，也不是乱打，而且还包括周边的胡塞组织啊，包括的真主党。其实现在特别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各大城市的上空，不只是只有伊朗的这些火箭弹，跟包括他们的导弹，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搭配的一起穆斯林兄弟在攻击。但我们刚刚讲，除了他第一个部分他夸口说要跟我谈，第二个这个最新夸口就是有关于地面部队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最新还有第3个夸口是什么？他说武器，因为如果你要打地面部队，你要先算算你有多少武器吧。除了飞弹之外，然后川普最新的说法是武器是无限多，他现在是这样夸口说，特别是中高型的武器绝对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些夸口本身都看得到，川普其实是商人，所以他很多东西的放话的东西，这就像是他会投射下一个他具体的目标，所以他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是虚实，其实不见得。他都是先画给，然后之后再来调整。要知道，如果真的打到地面战，很恐怖啊！这不要说是国会同不同意，乃至于他自己本身就要真正进入实质的衡量。对，要知道3个角度：第一，美国永远都在打代理人战争。整件这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的问题，他只是聊得太前面了，所以你说他会真正的投入到地面战争吗？要知道，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伊朗的地形哦。伊朗其实是在中亚中间，才隔着所谓波斯湾的部分，我们所谓中东地区。大范围的中东地区当然包括伊朗，可是你就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伊朗其实更靠近中亚，跟旁边的这个伊拉克跟那个印度是很靠近的了哈，是更靠近我们这里，所以他现在打这个以色列是要跨过去打。他最近攻击那么多，其实穆斯林其他包括沙特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他的同的方向，他并不是往右打、前后打。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伊朗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面战争这件事情，美国要怎么样过去？他要怎么样去打地面？难道这些其他穆斯林的，包括沙特，跟他一起打伊朗吗？所以地面战这里还要牵涉到整个支援的问题。要知道，这伊朗不是笨蛋，他现在马上就把一些海港当中美国的这一些航空母舰的补给的地方也都打烂了哈。所以伊朗真的不是笨蛋哈。再加上刚刚讲，伊朗不是笨蛋，所以如果你要打地面战争的话，对方如果也是很精明，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反击这么厉害的话，恐怕不容易吧。